重生了，我竟然回到了大婚这日。快看，永宁侯世子接了花魁的芍药花，接了花就是入幕之鞭。今晚可是花魁娘子的初夜啊！世子今晚可一定要来呀！今日是芊芊的好日子，请世子珍惜。世子好福气，娶了太傅嫡女，又接了花魁的花，今晚该去谁那儿过良宵？不如大家赌一把。休得讳言，迎亲队伍继续走。世子爷，洪秀章的妈妈使人来问，今晚世子还去不去？若是不去，芊芊姑娘就该挂牌接客了。婉婉，我去看看便回。若我不去，芊芊便要接客。芊芊出身书香门第，受不了那样的侮辱。今夜是我们洞房花烛，你若为一个烟花女子离开，你把我置于何地？把太傅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？芊芊若出事，我绝不饶你！逆子，给我跪下！把门锁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世子今晚绝不许踏出院子一步。世子不好了！芊芊姑娘昨日没等到世子去，洪秀昭的妈妈将她出夜卖了1万两银子，卖给了西域的一个商人。那个商人性子暴虐，折腾了芊芊姑娘一夜。今天一早，芊芊姑娘便跳楼自尽了。沈婉婉，是你害死了她。若不是你百般阻拦，惊动祖母锁门，芊芊怎会惨死？我这辈子都恨毒了你！世子自此恨透了我，再也没踏入我房中一步。我堂堂一个世子夫人，在府里过得连一个姨娘都不如。我被锁在后院，郁郁而终。临死前我才知道，接花那一出是宋嫣和柳芊芊联手设计的。芊芊是我的心上人，当初我和她设计接花，本想趁机给她赎身做平妻。是你这毒妇，大婚之夜拦着我不放，害得她被西域商人折磨致死。是你害死了她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悲剧重演。他想救柳芊芊，想娶她为平妻，我成全他们。世子，你若走了，婉婉如何是好？今日可是我们新婚之日，我岂不是要成了满京城的笑话？你是太傅嫡女，谁敢笑话你？虽然大家有些闲言碎语，过几日大家便忘记了。可是若我不去，芊芊怕是要卖给那些不堪入目之人。她出身清流之家，哪里受得了这个侮辱？卖身青楼已是凄惨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她死吗？我去就回，不会耽误。去就回，那绝无可能。他竟然真的来了！今日可是世子的大婚之夜啊！月朗，你若不来，我只有一死了。永宁侯世子是疯了吗？今日可是他大婚啊！我的天啊！他这是赤裸裸的打沈太傅的脸啊！这世子夫人可是难堪了，以后还能抬头做人吗？新婚之夜竟然输给了一个花魁。世子爷入洪秀庄的消息已经在京城世家弟子中炸开了锅，流言压不住了。流言传到明天早上，可就更热闹了。小姐，老爷和夫人来了，在前厅和侯爷夫人对峙，正为您做主呢。这是永宁侯。爹娘，别怕，婉婉，爹娘为你做主，
断不会让宋燕如此辱你。世子回来了，还带了一位姑娘回来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昨夜说过，我只是去帮芊芊，事情结束我自会回来。就一晚上，你就要闹得人尽皆知吗？你身为宋家父，一点小事便要闹得娘亲双重进府来吵闹，你这样的气度，如何当得起侯府的主母？如何当得起世子夫人？请永宁侯和夫人做主。昨夜大婚，世子接了花魁娘子的花，洞房花烛夜一夜未归。如今京城里到处传的都是世子为花魁娘子一掷千金，春宵一度，将郑氏娘子扔在一旁，打我太夫府的颜面。谁家郑氏娘子愿意受此大辱？请恕婉婉不贤，我们沈家也没有这样大度。世子既然为了花魁娘子可以不顾婚事，那我为何还要嫁？我们沈家断然没有把脸给你们在地上踩了还要自己捡起来的道理。这门亲事不要也罢。逆子，看看你做的好事，大婚之夜做出如此荒唐的事，太夫府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，你还不赶紧给沈太夫道歉，给沈小姐赔不是？婉婉，你也太小心眼了。我与芊芊不过是旧交，她如今身处险境，我不帮她，这京城里还有谁能帮她？我与她是清清白白的。昨夜我们只是座谈了一晚，不过是喝茶下棋，并无半分越矩之处，你何必闹到这步地地？清清白白。宋世子，既然是喝茶下棋，那你知不知道昨晚你们房里叫了几次水？如今京城的赌房全都因为你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在下注，赌你这位新郎官昨晚到底是宿在世子夫人的喜房，还是宿在花魁娘子的绣楼。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了，我这个世子夫人无能至极，连夫君的心都留不住。既然这名声已经烂透了，这破烂世子夫人的位子，谁爱要尽管拿去便是。夫人，都是仙仙的错，都是我惹下的事端，仙仙真是该死。我与燕郎在机缘巧合之下结识，他对我有恩，曾救我于水火，我因家贫被卖身青楼。如果燕郎昨日不救我，我怕是要被妈妈卖给那下作之人，受尽凌辱。燕郎都是为了救我，求夫人原谅，切莫因为仙妾而怪罪燕郎，要怪便怪我好了。我与你清清白白，我昨日之事对得起天地良心，为何要求饶？为何要他原谅？沈婉婉，你是京城贵女，你哪里知道仙仙的苦楚？你高高在上，一定要这样盛气凌人吗？难道你要逼芊芊跳下火坑才罢休吗？我昨晚已和洪秀包的妈妈谈好，我今日便会为芊芊赎身。全京城的人都知道芊芊是我的人，不管真假，只有我抬她进府，给她一个名分，才能护着她的周全。燕郎，多谢你救我出那见不得人的火坑。夫人，只求你答应，我日后一定好好侍奉你和燕郎，我为奴为婢都可以，绝不与你争宠，只求一个容身之所，可好？所以世子的意思是你费尽心思为花魁娘子赎了身，今日带她回来，是要抬她进府为妾。燕郎，芊芊可以为奴婢，但是不为妾。我们柳家家训，宁为穷人妻，莫为富人妾。柳家的女儿绝不为妾。你出身清流之家，我怎么忍心让你为妾？我会与你一个平妻之位。看来这才是你们的真正意图。
婉婉，让芊芊做平妻，这样更能显得你贤良大方。你是太傅之女，这点气度应该有的，不是吗？永宁侯府当真是好家教，老夫活了半辈子，倒是第一次见这般不要脸的人。谁家正统娘子会允夫君娶一个继子进门？我们沈家家训，绝不与青楼女子称姐道妹，更不可能共侍一夫。宋燕，你听清楚了，此事绝无可能。柳芊芊，你不愿为妾，你可进府为奴婢。洪秀昭的花魁娘子，没个万两银银是赎不回来的。若入府只为奴婢，那就是死契。我问你，在你进府之前，若我要你喝下这绝子汤，你可愿意？反正你生死都是侯府的人，既然只想有个容身之所，不让你生养，不管你名分是什么，都无所谓，不是吗？燕郎，我不要喝绝子汤，我不要！你一个奴婢，我今日不是在和你商量，我是告诉你，若你要在侯府为奴，就必须喝下这绝子汤。沈婉婉，你好狠毒的心思！你居然逼芊芊喝绝子汤，你如此行径和当众杀人有什么区别？若你们心中无鬼，他又口口声声说不要名分，只要一个避雨的地方，那喝下这药又有何不可？除非你们想要的更多。燕郎，不要啊！也许昨晚我肚子里面已经有了你的孩子呢。所以，你听到了吗？昨晚你与这位洪秀朝的花魁娘子，当真过了一个难忘的洞房花烛夜。她已经是你的人了，对吗？卑鄙不堪，背信弃义，简直让人恶心至极。宋燕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怎配娶我？这门亲事就此作罢。我大方一点，成全世子与柳姑娘这对苦命鸳鸯。你说什么？燕郎，我不是故意说漏嘴的，我只是怕他伤害我腹中的孩子。万一昨晚春宵一度蓝田种玉，那一碗绝子汤便是要了肚中孩子的性命啊！混账！糊涂啊！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？来人，家法伺候！儿子并未做错什么，我昨晚一心只是想救芊芊出火坑，与她共度一晚是没法子的事。沈婉婉斤斤计较，根本不是贤良之人。她要退婚，退便是了。儿子愿领家法，只求父亲让芊芊进府。我女儿不贤，好得很。这门亲事我们沈家高攀不起，世子既有心上人，又不顾两性之好，那婚日就此作罢。来人，把小姐的嫁妆抬回府。亲家何必动怒？待侯爷好好收拾那逆子一顿，一定给你们和婉婉赔罪。侯夫人，事已至此，两家从此便再无瓜葛了，人都抬进门了，还有何好说的？永宁侯世子为了花魁大婚夜宿洪秀亭，这宋家门风，谁家好姑娘敢嫁过去？父亲这一道弹劾匣子下去，宋燕，你的锦绣前程到头了。永宁侯世子特性有失，实在不堪，责令撤去朝中职务，在家自省。永宁侯管教不严，子不教父之过，罚俸1年，钦此。贤谦啊，你若是从洪秀照发家，那才叫风光，也能给咱们楼里的姐妹长脸。我自幼命苦，只想有一个名正言顺嫁人的机会。日后世子还会娶亲，贤贤自知不配，只有这一个心愿，想光明正大抬进侯府而已，这样也不行吗？敢让一个青楼女子八抬大轿进门，我就敢将你逐出侯府。一个继子能从角门进来都已是大恩，他还想从正门进来，那是世子夫人的脸面，你还要闹到什么程度才罢休？芊芊，这轿子不能从正门进，要从角门进府。可是角门是妾室进的。
我纳你进府本就是妾室啊。妾，你不是说要让我做平妻的吗？柳姨娘，你是什么身份？平妻？你想想京城中的高门，谁家会让一个青楼出身的继儿做平妻？侯夫人说了，从角门进府，跨火盆去晦气。若是不肯，便自行离开，侯府不留。贤妾，只不过一个仪式罢了，先从角门进府吧。你进府无论是何身份，在我心里，你都一样重要。你不是说，只要能与我长相厮回，不求名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把我安排在这样的破地方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世子说知道你们这么轻淡我，非扒了你们的皮不可。柳姨娘，你一个姨娘不住这儿住哪里？你以为这是红袖井吗？还把你当头牌供着。老夫人说了，世子今晚有事不回来了，姨娘好生歇着吧。一个青楼出身的，还想住正院，真把自己当世子夫人。既然入了侯府，便要依侯府的规矩。你是青楼出身，日后不许出外事，不许抛头露脸，从此断了与以前那些旧人的往来。是，儿媳记下了。他怎么出来了？这舞姬长得可真像那洪秀昭的花魁呀！什么舞姬？这是宋世子新纳的那个。听闻沈家小姐善舞，不知今日可否跳一曲，为侯爷庆寿？沈小姐为何不说话？难不成坊间传闻都是假的？沈小姐其实不善舞，那可真是浪得虚名了。闭嘴！你在胡说什么？还不赶紧滚下去！夫人何必动怒？妾身不过是瞧着沈小姐一直端着架子不说话，心里好奇罢了。难不成坊间传闻沈家嫡女善舞，全都是骗人的假话？沈小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若是真的不善舞，大大方方承认了便是，顶多也就是个浪得虚名，谁还能真把您怎么样呢？本王倒想听听，是谁要本王的王妃献舞？本王还没进门，就听见有条疯狗在这儿乱吠。王爷，怎么沈家小姐成了段王妃？没听说段王有成亲啊！段王刚回京半个月，一直在宫中。听说前几日太后要为他赐婚，不知选中了哪家贵女。看来太后和段王挑中的是太傅嫡女啊！这下永宁侯府可完了，得罪了段王妃。是本王来晚了，让王妃受了委屈。婉婉见过王爷。王妃，哎呦，老朽就说沈家小姐气度非凡，原来就是太后钦点的段王妃呀！恭喜王爷，贺喜王妃！王爷恕罪，臣妇不知道沈小姐已经受了赐婚，都是这贱妻胡言乱语，冲撞了王妃。本王竟不知，这永宁侯府的家教已经沦落至此。本王未来的王府，竟要在这儿为你们献舞卖笑。王爷恕罪，臣妇绝无此意，都是这贱妾不懂事，冲撞了贵人。怎么？永宁侯府是穷的连义气班子都请不起了，非要让来参加宴席的贵女当众献舞，这么大的面子，本王还是头一回见。王爷，人不能被他骗了，她是个被退过婚的女人。这满京城谁不知道她被宋家退了亲，名声有瑕，哪里配得上王爷您的万金之躯？本王亲选的王妃，竟要被你一个永宁侯府的姨娘来质疑，这京城当真是本王离开太什么凹杂东西都敢在这指手画脚了？闭嘴！你这疯妇，在王爷面前也敢胡言乱语！柳姨娘这话倒是提醒我了，我退婚是因为永宁侯世子德行有失，这可是圣上的金口玉言。如今世子还在府中闭门反省，柳姨娘今日跳出来说我名声有瑕，
是想当着大家的面说，皇上当初的裁断是不对的吗？不是，臣妇绝无此意，王妃饶命！不过方才柳姨娘这身舞肤虽然别致了些，但这舞姿确实动人。王爷，难得宋世子这般大方，舍得让自己的贴身侍妾出来献舞助兴，咱们若是不赏，倒显得沈家与王府小气了。王妃说的对，跳的确实卖力，既然是献技取乐，自然该赏。柳姨娘，还不快谢过端王妃的打赏？沈小姐说的是，这等精彩的表演确实少见。来人，赏！沈婉婉，你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借机羞辱我，你不就是恨世子跟你退了亲，恨世子心里只有我吗？你恼羞成怒，所以才在这下我的脸，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！闭嘴！你这疯妇，还嫌丢脸丢的不够吗？你为了沈婉婉打我，宋烨，你睁开眼看看，我才是你的女人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打我！你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沈婉婉？你看着她现在要嫁给王爷了，你后悔了是不是？你还在做梦对不对？她早就和你退婚了，她现在是端王妃。世子，看来你的这位姨娘不仅是才艺过人，更是病得不轻。我沈家的名声可不是任由她在这儿满口胡言随意污蔑的。身为主人，世子还是好好管教才是，免得让外人说侯府没个尊卑。本王的王妃如今竟要在侯府里受这等卑贱妾室的攀援，永宁侯府若是教不会她规矩，本王不介意派几个宫里的嬷嬷来，好好教教她怎么做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来人，把这疯子给我拖下去，把这身伤风败俗的烂布给我换了，关进院子里，没我的约束不许出来。果然是那种下等地方出来的货色，除了丢人现眼，半点体面都不懂。侯夫人，咱们两家交身，我多句嘴，世子这内宅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些，只宠着一个青楼出来的，还没个正经规矩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可不是吗？再这般下去，世子的名声可就彻底坏了，往后朝堂上谁还敢与他深交？也该正经相看个名门嫡女回来管管内宅，压压这些狐妹子的气焰了。这女人今日是不知轻重，连端王和未来的追求起来，早晚会惹出灭门大祸。侯夫人，您可得真得管管了。你还有脸哭？今日在父侯的寿宴上，你把我的脸，把侯府的脸全都丢尽了，谁给你的胆子去挑衅沈婉婉？我挑衅他，明明是你答应过要让我做平妻，风风光光进门的，结果呢，进府是钻的角门，名分是个见不得人的妾，现在连下人都敢当众赏我银子羞辱我，竟然还要打我！你也不看看你今日那副下作样子。传得晚现在是端王妃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拿她做斧子？我算什么东西？当初你说会照顾我，说绝不嫌弃我出身风尘，现在才进府几日，你就这般作践我？早知如此，我还不如烂在红袖林里，至少在那儿我是自由自在的花魁，不用在这儿受你宋家的冤枉气。那你大可滚回去！今日我看你是见到沈婉婉高升了，心里不平衡，觉得娶了我让你丢了颜面是吧？是你自己心里惦记着她，你看着她嫁给端王，你后悔了，你心有不甘，你就拿我出气。宋烨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好，既然你这么怀念红袖姐，那你就滚回去。你想回红袖回玉，你自回去便是。我给你这纸休书，从此你我再无瓜葛。姨娘，你醒醒！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姨娘晕倒了！宋世子，您还是请回吧，这礼我们沈家断然不会收，莫要再让街坊邻居看笑话了。笑话与婉婉自有青梅竹马，退婚不过是一时义气。本世子今日是带了诚意来修好的，你们这群奴才凭什么拦我？世子这是在干什么？如今京城谁不知道我与端王已有婚约？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府上送礼，是嫌我的名声太干净，非要亲手坏了我的清誉吗？婉婉，婉婉，你别再瞒我了，你嫁给端王定是被逼的，对不对？他回京才半个月，太后怎么就突然赐了婚？
定是他用了什么卑劣手段胁迫太傅府。你自幼长在锦绣堆里，根本不知道藩地是何等苦寒荒芜。端王那等杀伐果决的人，怎么会懂得怜香惜玉？你若嫁过去，这辈子就全毁了。毁了？难道回侯府和你那姨娘共侍一夫才叫圆满？你若不愿意，我便是拼出这条性命，也会去圣上面前求他取消婚约，为你求一个公道。婉婉，只要你点头，我可以立刻再来提亲。你就跟外面说，咱们之前的退婚不过是小两口闹脾气，是一时之气。现在咱们重议婚事，你根本不想嫁给端王，你心里爱的还是我，对不对？宋燕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脑子有毛病？那是皇上亲笔赐婚，嫁的是当朝端王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是个香饽饽，能贵重过端王去？婉婉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端王他为了我好。当初大婚之日，为了个青楼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接花，洞房花烛夜把我一个人扔在喜房，受尽全京城嘲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为了我好？世子请自重，我与你早已取消婚约，这辈子下辈子我都不会想嫁给你这种背信弃义之人。与端王的亲事是我亲口答应的，下个月便要成亲了，以后请世子不要再来了，你我之间再无半分瓜葛。侯爷，本王未来的王妃似乎总能被你那宝贝儿子惊扰。怎么，永宁侯府是没人懂规矩了，还是觉得本王手中这把刀生了锈，杀不动人了？王爷恕罪，逆子糊涂，臣回家定当严加管教，绝不敢再让他在王妃面前露面。管教？若你管教不好，本王不介意亲自替你管教，只是到时候送回侯府的怕就不是一个活人了。逆子，你非要拉着整个侯府给你陪葬是不是？连端王的人你也敢动心思，你是嫌命太长了。老夫今日非打死你这个不知轻重的东西！儿啊，你听娘一句，这1个月娘到处求人，总算为你相看中了承平伯府的嫡女，那边不计较你有了柳芳芳那个妾室，也愿意在此时拉咱们一把。承平伯府，但人家提了一个条件，在伯府嫡女过门前，必须把柳前篇那个祸水送到庄子上去，必须等新夫人过门生下嫡子后，那贱人才能回来。陆燕，这次你若再犯浑，你就真要看着侯府彻底倒了。先前，你听我说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承平伯府那边规矩未到，那嫡女还没进门就闹着要亲亲，你先去庄子上住一段日，山清水秀，等她过了门，生下嫡子站稳高背，我立刻接你回来。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我怎么舍得要你的命？我是为了保住你在府里的名分。你若不走，这门亲事黄了，我爹非打死我不可。你向来最体谅我，就当是为了我受点委屈行吗？好，既然燕郎发了话，妾身从命便是。求伯父小姐给条活路，求主母开恩呐！你这女人疯了吗？这是伯府大门口，你一个侯府的妾室，在这哭天喊地的像什么样子？快滚！我不走，妾身肚子里已经有了世子骨肉，这是宋家的长子孙啊！求主母开恩，不要赶我出府，不要让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没个依靠。等我生下世子的子嗣，定会亲自送到主母膝下教养，让他一辈子叫您一声嫡母，只求主母成全，让我留在府里见孩子一面，求求您了。你胡说八道，简直是血口喷人！这承平伯府的小姐还没过门呢，就要赶走怀了孕的妾室，心肠也太毒了点吧？谁说不是呢？这不明摆着擅妒吗？容不下一个妾，连自个儿相公的骨肉都容不下。这种女人娶回家，以后侯府还能有安宁日子？瞧瞧这小娘子多可怜，都愿意把孩子给正妻带了，还是不肯放过。永宁侯府也真是狠心，为了攀高枝，连亲骨肉都不要了。柳芊芊，你长本事了，竟敢跑到伯府门前去撒泼闹事！你这是嫌我的脸丢的还不够吗？燕郎，我若是再不闹，就要被你悄无声息的处理掉，送去那荒郊野壤的庄子了。我怕。我问你，你何时有了身孕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说，你是不是想拿这个种来要挟我？那日被你气晕过去，小蝶偷偷叫了大夫来把脉，才发现已有余。我想着给你个惊喜，可你这些日子连兰英阁的门都不进，我哪有机会说？没想到主父还没进门就要赶我走。燕郎，我肚子里可是你的亲骨肉，是宋家的长子，你不能赶我走啊！身孕，承平伯府已经发了话，若不把你这祸害处理干净，
这门婚事就彻底作废。宋家为了你的官位，为了你的前途，付出了多少代价？不过一个青楼出来的继子，也配生下我们侯府的子嗣？跪下去！一碗绝子汤，送着孽种上路！你们想杀死我的草菅人子，那我们绝无可能！宋燕，你今日若是敢动我孩子一根汗毛，我就一头撞死在侯府门前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你们永宁侯府是怎样逼死身怀6甲的妾室！我看谁还敢嫁进来！你这个疯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要不，世子就给我一纸休书，我自请出府，从此我与你们侯府再无瓜葛，是生是死都不劳你们费心。这孩子以后也与侯府无关，绝不会碍了未来世子夫人的眼。宋燕，你要名声，我要活命。你若是不肯，我便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你们好过。柳芊芊，你差不多得了，不过是一个还没成型的孩子，你至于闹到这般地步吗？你先去庄子上，等夫人进了府，生下嫡子站稳脚跟，本世子自然会允许你再生养。现在为了大局，你何必非要闹得大家都不允许我生养？宋燕，我原以为你是这浑浊世间唯一的良人，没成想你跟外面那些始乱终弃的玩忽子儿，你有什么区别？你为了名利前程，可以眼睛不煞的把我也抛之脑后。既然如此，我自请出府，从此山高水长，我柳芊芊与你永宁侯府再无瓜葛。好，这可是你自己求的，离了侯府，我看你一个继子怎么活！滚！现在就滚！宋燕，我今日离开，你日后便是跪下来求我回来，也没那么容易了。各位爷，瞧瞧谁回来了！咱们芊芊姑娘重新挂牌，今晚谁能拔得头筹？这不是刚嫁进侯府的柳姨娘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看来是侯府的饭不好吃，还是咱们这儿热闹啊！1年了，整整1年了，这肚子怎么就半点动静都没有？侯夫人，世子夫人身体康健，只是臣刚才为世子诊脉，发现世子体内积郁了一种名为断旋草的毒药，此药阴毒无比，服下后1年内便会彻底绝了子嗣。绝嗣？你是说咱们宋家要绝后了？我过门1年都在笑话我，结果是你生不出来，你这是要害死我！你说谁绝嗣？本世子有儿子，柳芊芊怀过我的孩子。逆子，你刚才说那继子怀了你的种，可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当初他闹着要出府，就是为了保住肚子里的孩子，那肯定是我的种，是宋家唯一的血脉了。对，那天他出府时肚子都显怀了，那是咱们宋家的根啊！快，带上人去洪秀报，哪怕是倾家荡产，也得把那个孩子给我抱回来。这是咱们侯府最后的香火了。芊芊，快把孩子给我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是侯府的血脉。宋世子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。当初那张休书写的明明白白，这孩子生死由我，与侯府再无瓜葛。现在想要，我错了，芊芊，这孩子是我的命根子，只要你让他回府，我让你进门，我给你名分。宋燕，你还是没听清楚，想要这孩子可以，但我绝不再去做那个见不得人的妾。要让我进府，我要做正妻，做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。你要正妻之位，这不可能，那是伯府的亲事。要么正妻入府，要么你就等着这宋家的独苗在这洪秀昭里任别人做爹吧，你自己选吧。你想娶那继父做平妻？宋燕，你做梦！我承平伯府的嫡女，绝不与青楼女子平起平坐。可那是侯府唯一的儿子，我要是不把他们接回来，宋家就绝后了。王妃今日为何是如此开怀？我只是在笑，那宋燕自诩深情，到头来却被一个女人拿捏得死死的，恐怕她绝宿之事，与那柳芊芊也脱不了干系。哦，王妃是说那女子在离府前便动了手脚？那段絮草极难察觉，若非早有预谋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柳芊芊这步棋走得确实厉害，先把宋家唯一的活口握在手中，逼得永宁侯府不得不低头。宋燕啊，真是一辈子的蠢货。宋燕，为了一个继子，你连伯父的姻亲都不要了！我咒你们这对狗男女断子绝孙，不得好死！进府吧，
这永宁侯府真是疯了，竟然真的娶了个青楼女子做正妻。这宋家的脸算是丢尽了。你瞧那孩子，长得既不像世子，也不像夫人。是啊，我听外头在传，说这孩子压根就不是咱们侯府的种，指不定是红袖包里哪位恩客的。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燕郎，您这是听了什么疯话？我是清白之身给了你，这孩子是不是你的？你心里难道没点数？验，今日若是不验个清楚，我宋爷死不瞑目！不容，不容，不容！这真的不是我的种！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拿个野种骗了我5年，害我休了妻，丢了官，我要掐死你！放手！你这个蠢货！来人，备马！我要去铲平了那红袖帽！说，柳芊芊这野种到底是谁的？你敢瞒我一个字，老子现在就一把火烧了你这窑子！世子爷饶命！世子爷饶命啊！这全都是芊芊自己设的局，老婆子我也是被他蒙蔽了呀！在来京城之前，芊芊在扬州的时候，早就卖了出野之身了。那孩子怕是扬州哪位无名恩客留下的，早就不知去向了呀！扬州恩客，可大婚那晚，本世子亲眼见了红，那是假的不成？那是楼里哄骗头回客的障眼法，不过是些朱红血和药粉。芊芊说您是个贵重又好骗的，这才想出大婚接花那一出，就为了让您陷进去，好帮他赎身，找个现成的接盘替身呢。宋爷，你现在觉得屈辱了？当初我一心想母凭子贵做你的平妻，你却为了名声把我赶去庄子，还要杀我的孩子。你这种薄情寡义的男人也配谈真心？你这个骗子！我为了你丢了官推了亲，连全家的脸面都赔光了，你竟然玩弄我5年！5年？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你觉得你为什么会绝死？那药是我亲手下在你茶里的。既然你这种人靠不住，我就要让你断子绝孙，让你这辈子只能求着我，只能把那个野种当成你唯一的命根子。这就是你作践我的报应！你这个毒妇！你杀了我！你杀了我！儿啊，你醒醒！太医，世子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好啊？侯夫人，世子这是气急攻心，导致邪风入脑，命是保住了，但往后怕是只能在床上躺着了。中风！竟然中风了！咱们侯府彻底绝后了！刘氏流放，侯府的消息传过来了。松远瘫痪，曾经那个显赫一时的永宁侯府，现在不过是个空架子了。从他接下那朵芍药起，就该想到有今日。既然尘埃落定，我也没心思再看那些烂戏了。咱们真的要启程回藩地了吗？这一走，不知何时才能再回京见我双亲。以后每年你只要想家了，本王就请父皇下道圣旨，陪你回来省亲便是。王爷可当真？当然当真。等咱们的孩子再大些，还要带他回来见皇祖父和外祖父呢。是啊，以后我也是个母亲了。岁月漫长，那些阴暗的、腐朽的过去都已随风而逝。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会一起慢慢度过。母妃，母妃！小世子慢点跑，别摔着。
母妃给母妃。承安真乖，这花真好看，是从哪儿摘的？那边大树下面，父王说漂亮的都要给母妃。你父王倒是什么都教你。来到雍州这3年，虽不如京城繁华，但看到你平平安安，这日子便比什么都别有天地。